禾木。禾木是一个非常美的村庄，无论夏天还是秋天都值得一来。我在前面的旅游视频中也对喀纳斯和禾木的住宿做了一些详细的介绍。禾木也适合住1到2天。这里的晨雾很美，如果有体力也可以走一走这里的美丽峰。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6月的禾木也是鲜花盛开，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时你在心田。我还坐了一次1元公交车去可可托海。6月15号，我和几个伙伴在乌鲁木齐集合，开始自驾天山之旅。第一次走了 S101 公路，非常美。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我们的环天山之旅是15天。这里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我们还住在了赛里木湖旁边的果子沟大桥下。6月正是新疆霍城薰衣草盛开的季节，遍地都是。薰衣草只在6月盛开，别忘了过来。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6月开始可以说是伊犁的最美季节，这里是下塔古道，非常值得一来。这里是昭苏6月的芍药花。到伊犁，如果不来琼库什台这个小村落，有点太可惜了。琼库什台目前还是一个免费的小村庄。这里的风景不输于那拉提和喀拉峻。一路上看到了很多次日出和晚霞。去琼库什台，无论是自驾还是个人自由行，都还算方便。这次在伊犁的各个景点，在喀拉峻住的时间最长，待了3天。因为喀拉峻实在是太大了，即使在景区里玩，也至少需要玩2天。如果非要让我在新疆的伊犁景点中排个名，我想喀拉峻可能能排在第1名吧。
这次在新疆旅游，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认识。虽然大家几乎在我的视频里看不到我的正脸，但是凭着我这身装束，也经常被认出来。而且也许把新疆拍得太美了，很多景区为我免了门票。这里是拱乃斯班禅沟。这次在新疆唯一的一次骑马体验，是去的唐布拉的仙女湖。这次在新疆旅游，一路上天气都比较给力。这是巴音布鲁克的9曲18弯。我的旅行日记基本都是在旅行当天编辑播放，所以如果你喜欢旅游，也可以把我的旅行日记当作攻略。应网友的要求，我目前的旅行日记也都做了合集，可以看得比较仔细。我目前已经结束了今年第3次的新疆之旅，接下来去哪里我也在考虑。说心里话，我想开始环球旅行了。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这2天我也翻看了这2年我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视频，真的非常有冲动，想马上出发。可惜现在因为疫情的缘故，还不能立刻实现。我相信开放的日期应该不远了吧，今年底还是明年初。当然，国内的风景也确实非常棒。可能接下来的几个月，我还是会在国内行走。我也想把最美的中国拍给大家看，甚至拍给全世界人民看。如果你喜欢旅行，可以关注我。当然，我还知道有很多喜爱旅行，但是不能亲身旅行的一些人，尤其老年人。谢谢你们的关注和支持。另外，每天我看到有很多给我留言的人，有时候因为时间紧张，可能不能一一回复，也敬请原谅。一并谢谢大家，我是行走世界的北京老刘。